情侣房车自驾穿越美国，在社交媒体上，他们相爱、携手、相互依赖，成就了一段佳话。可镜头之外有争吵、不和、厮打，返回时更是仅剩男友一人。女友在哪儿？可能发生了什么？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案件。莫看见面平如镜，要看水底万丈深。欢迎来到解密日记，我是超人。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起案件，近期在海外引起了非常多的关注。美国一对20出头的年轻情侣订婚后决定驾驶改造的货车穿越美国。他们在网络上分享了许多令人向往的旅行生活，但诡异的是，放荡不羁、令人羡慕的二人，离奇的只有男方一人驾着房车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女方毫无音讯。明明是2个人的甜蜜旅行，怎么就回来了一个？并且男友面对女方家庭与社会的质问一直不愿开口，现在更是连男友也消失在大众的视野，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故事还要从女孩说起。这个女孩呢，名叫加比，今年22岁，来自美国纽约萨福克县。她有一个男朋友叫布莱恩，今年23岁。2个人呢可以说是青梅竹马，曾一起就读于长岛的贝波特蓝点高中，上学时关系一直不错。后来毕业后再次相遇，感情迅速升温，自然而然呢，2个人就走到了一起。7月，加比在社交媒体上官宣了自己的恋情，配文是：这是我们第一次约会的照片，我太爱你了。此后2人在网络上的互动也是非常频繁，因为2个人都特别喜欢户外旅行，于是他们就一同改造了一台福特的厢式货车，经常用房车自驾旅行，并在今年的7月2日，2个人确定订婚后，决定从纽约出发，用这台改装的房车自驾穿越美国。加比特别喜欢分享，他希望利用这个机会能成为一名旅行博主，向别人展示他们在自驾游中美好的点点滴滴。在旅行中，他们的货车生活确实得到了许多网友的关注。可就在2人旅行的2个月后，今年的9月1日，布莱恩独自开着房车返回了佛罗里达，身边却不见了加比的身影。一般人可能会觉得，可能是路上遇到了什么特殊情况，不得不提前终止旅行，也可能是年轻的小情侣吵架分开了，布莱恩就独自回了家。本来所有人都没太在意，可就在布莱恩回家的10天后，加比的妈妈已经很久联系不到女儿了。心急之下，就尝试联系布莱恩和他的妈妈，可女儿男友一家是打电话也不接，发短信也不回。加比妈妈觉得事情太不寻常了，就赶紧拨通了报警电话。此时加比失踪的消息才得以公之于众。那么加比去了哪儿？会不会遇到意外了呢？加比妈妈告诉警方，在旅行途中自己一直与女儿保持着联系。8月30日，女儿还曾给她发过信息，说自己已经旅行到了加利福尼亚的优胜美地国家公园，但是这里信号不是特别好。在那之后，就再也没有女儿的消息了。而母亲最后一次听到女儿的声音还是在8月25日，当时女儿说自己在怀俄明州的大地顿国家公园。正常来说，情侣2个人出去旅行，女友失踪了，首先肯定要找男朋友了解情况而男友布莱恩表现出的是什么态度呢？警方联系布莱恩，可布莱恩极其不配合，一个字都不肯说。他拒绝回答和加比分开时的情况，也不解释为什么一个人开车返回了家中，最后甚至直接请来了律师来应付警方。警方来到布莱恩的家，却被他的父母拒之门外，警方一点办法都没有。布莱恩的律师表示，他之所以不回答任何问题是律师的意见。在律师看来，所有此类案件中，伴侣往往会是警方的重点调查对象。无论布莱恩跟加比失踪有没有关系，任何他说的话都可能成为针对他的呈堂证供。所以律师认为，在接下来的调查中，布莱恩一句话也不要说。显然律师站在理性的角度说这一番话一点问题都没有，但站在布莱恩的角度就不那么符合常理了。就算是2个人吵得不可开交分手了，布莱恩一个人开车回了家，从此老死不相往来。但10天后听说女友还没有消息的时候，是不是应该站出来把2个人分开的情况说清楚？是不是应该特别着急马上去寻找加比？可布莱恩什么也没有做，这可说不通。几乎所有人都想到的原因只有一个，加比的失踪与布莱恩有关。布莱恩的不配合使得警方调查也非常的不顺利，1周过去了还是毫无进展。焦急的加比父母开始寻求媒体的关注，在电视上讲述加比的遭遇，呼吁民众能够提供一些线索，并当着媒体的面谴责了布莱恩。 Brian, we need you to talk to us. We need you to tell us what you know. Just please communicate. That's all I'm asking. The one person who can help the most is not talking. 一个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加比的人却拒绝帮忙，
布莱恩，你怎么能这样对加比？他还独自一人在荒郊野外，你却自私地保持沉默。布莱恩，不管在怀俄明州发生了什么，它都已经发生了。你唯一能控制的是你现在做什么。告诉我们加比在哪儿。你的沉默玷污了你对他的爱。新闻一经播出，就得到了许多民众的关注。一方面，许多民众来到布莱恩家门口进行抗议，要求布莱恩站出来解释清楚。另一方面，来自犹他州的警方也为案件带来了新的线索。在2021年的8月12日，犹他州莫阿布警方收到了一条报警，说有对情侣发生了肢体的冲突。警方马上赶往现场，发生冲突的情侣正是加比和布莱恩，并且警方的执法记录仪记录了整个过程。加比全程都在哭泣，他告诉警方自己有一些强迫症，喜欢干净整洁。今天男友穿了一双很脏的鞋就上了车，两个人因此发生了另一边，在询问布莱恩的过程中，警方注意到他脸上、手臂上都有被抓伤的痕迹。他告诉警方，他和加比已经在一起旅行一段时间了，因为一直在一起，房车又不大，导致两个人最近关系紧张，经常因为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吵架。加上旅行的途中，加比还要做 vlog， 压力很大，但是他并没有动手。I try and really distance myself from her, so like I locked the car and I walked away from her. What happened this morning is that she's trying to start up like her own little website blog and everything, so I give her time. And we really had a nice morning and if anything, but she just got worked up because we were trying to get going and get our day going. 听了两边说完之后，警方觉得就是两个小情侣闹别扭，男方也没有什么过激的行为，加上虽然两个人吵架了，但都还爱着对方，不想对方因此被指控，所以就建议两个人分开住一晚，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然而警方不会想到，这事儿过去1个月不到，女方居然失踪了。这边刚刚得到一些二人的蛛丝马迹，可就在9月17日，布莱恩的父母也找到了警方，表示他们的儿子也不见了。事件越发的扑朔迷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边加比是生是死还不得而知，另一边布莱恩却突然消失了。对于布莱恩的失踪，许多人并不买账。加比的母亲更是愤怒地表示，他不是失踪，他就是躲起来了，加比才是失踪。就在9月19日，最新传出的消息中，警方在布里杰蒂顿森林公园一个露营地附近发现了加比的尸体。根据加比露营软件上的记录，这个营地就是他和布莱恩之前旅行时停车野营的地方。而更有一位游客曾拍到了布莱恩和加比的房车停留在此。那是在8月27日下午的6点30分左右。这位游客当时也去露营地，并记录了全程。在经过野营地一条小道时，疑似布莱恩的房车就停在路边，牌照也是佛罗里达的。把视频放大看，发现房车旁边似乎是一双拖鞋，而这双拖鞋正是8月12日在警方执法记录仪画面中加比穿的那一双。视频中拍到的房车位置离最后发现加比尸体的位置并不远，而截止到我稿子完成时，布莱恩还未找到。关于加比的尸检也正在进行之中。至于布莱恩的去向，据他的家人透露，9月14日，布莱恩告诉家人，他去位于佛罗里达北港家附近的米亚卡哈奇西环境公园徒步，但直到3天后依然没有回来。家人主动报了警，报告了布莱恩的失踪。而布莱恩所去的这个公园紧挨着一个自然保护区，从地图上看，我们可以看出如此大的一片人迹罕至的区域，警方正在全力的搜索。但是这么大一片原始森林，想要找到一个人简直难如登天。但显然布莱恩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到此案件还没有一个结果，我就先把整个线索以及自己的猜测给大家梳理一下。加比妈妈最后一次与女儿通话是8月25日，她告诉母亲自己到了大地顿国家公园。8月30日，母亲收到了女儿的短信，说自己在优胜美地，信号不好。8月27日，一位游客在布里杰蒂顿森林公园拍到了布莱恩的车，车后有疑似加比的拖鞋。9月1日，布莱恩独自回到了位于佛罗里达州北港的家中。9月19日，警方在布里杰蒂顿森林公园发现了加比的尸体。把所有线索放到一块儿，我猜测案件应该是这样的：从警方执法记录仪中，我们就能看出加比和布莱恩有着不小的矛盾，没有外人看起来的那么恩爱。8月25日，加比与母亲电话沟通说，前往大地顿国家公园后，与布莱恩又一次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布莱恩失手杀害了加比，我认为是冲动所致，因为在8月12日的执法记录仪上，两人都表示深爱着对方，并且加比动手打了布莱恩几下，布莱恩也没有还手。布莱恩这次冲动伤害加比后，为了处理尸体，想到前一天在布里杰蒂顿森林公园露营的位置人很少，就又驱车回到了那里处理尸体。
结果被路过的游客录下了他车停在路边的画面，随后返回位于佛罗里达北港的家中。因为是冲动行凶，布莱恩自己也是懵的，加上媒体曝光，许多人来到布莱恩家中抗议，他无法承受如此大的压力，选择了前往无人区，也许隐姓埋名苟活于世，也许以死谢罪。这就是整起案件的全貌。因为这起案子实在是太新了，暂时案件的真相还不得而知，未来有关于案子的最新进展再与大家分享。关于案件的推理，如果你有其他见解，也欢迎移步评论区，我们一起交流。